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苹果在今天发布了 iOS 16.1的 RC 版本，也就是开发者最终版本。下周应该会发公开版了，同时也发布了 iPadOS、macOS、watchOS、tvOS 和 HomePodOS 的更新。这次的 iOS 16.1的 RC 版最重要的更新就是照片共享图库，终于它来了。在设置中，我们找到照片应用。进入后就能看到共享图库的选择，我们点进去，你可以选择参与者和你共享，也可以选择使用哪些照片共享，包括选择自动或者手动的方式选择是否开启照相机的共享方式，还可以选择是否在家里的时候呢自动开启共享，非常方便。来到相机的界面，可以在这里看到共享图库的手动开关。点击开启，再次点击关闭。开启以后呢，你拍摄的内容会直接共享到图库。我们还可以在照片 App 中从右上角这3个点这里进入，从这里切换显示哪些图库自己的或者是共享的。下面的标记就可以让你辨识哪些照片是共享的。还有一个就是 Apple Fitness， 这是更新以后没有 Apple Watch 也可以在手机或者是 iPad 上使用它了。通过订阅就可以使用相关的一个服务。在通知中一下拉的时候你的智能设备那里依然还是有闪动的 bug， 这是 Apple 并没有修复它，不过好在并不影响使用。另外，在昨天晚上 ，Apple 也如之前爆料的那样在这个月没有发布会的情况下更新了 App 产品，包括处理器升级到了 M2 的新 iPad Pro。11英寸和12.9英寸的 XDR 屏幕，基础版的 iPad 也升级到了第10代 A14 处理器。虽然使用了全面屏的设计但依然使用的是非全贴合，起售价格3599，接口也升级到了 USB-C， 但它只支持第1代的 iPad Pencil， 是什么概念呢？我手上的是第2代的 iPad Pencil， 这可以在我的 iPad mini 6上使用的。新的第10代 iPad 只支持第1代的 iPad Pencil。你要知道 ，iPad Pencil 是 Lightning 口、USB-C 和 Lightning 口，苹果为此还特意增加了一个转接器。个人建议完全不知所谓的产品不建议购买。另外，在其他区域也更新了 Apple TV， 这个我另外会有视频详细的去讲解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下周 Apple 应该会发布面向公众的 iOS 16.1版本，到时候使用主力机的朋友可以冲了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